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高嘉瑜委员、张启凯委员、陈凤馨小姐、赖士葆委员、黄建豪委员、郭爱梅理事长理事，还有江宜珍议员。好，那么大家现在关心这个普丁然后川普到底会怎样？大家也都觉得打够了3年多这个死伤无数，劳民伤财全世界跟着大乱实在是应该停了那川普每次都说我叫他赶快停，否则每天都死很多人，这也是一个事实但是呢，到底怎么谈说会不会谈出削弱乌克兰的协议？会不会让基辅就是乌克兰的首都，就是乌克兰缓步走向战败现在呢，虽然这是俄罗斯占他的领土了但是还都坚持在那个地方嘛乌克兰也不简单，这样能够坚持3年多那现在欧洲6个国家联手说对川普施压，就不能让他让步太多。乌克兰是投降以后，将来就是我们了，就是波兰了，就是其他了所以呢，说应该要邀请乌克兰参加峰会嘛。你怎么俄罗斯就跟这个美国谈完了？那我们呢？乌克兰怎么办那川普会普丁说呢，牵涉到俄乌领土交换，你占领的给我，我占领的给你泽伦斯基声明不割让给占领者，我们的领土不可以给占领者那美国副总统范斯说，俄乌和平协议难令双方满意不会让每个人都满意的而且呢，可能都会对结果不高兴他说美国正在努力安排普丁、泽伦斯基跟川普双方会谈，但是注意如果普丁没有先跟川普会谈，就直接跟泽伦斯基见面，成效不大，就根本不会成功的他们两个见面吵架，还谈什么呢？所以我总要先跟一个谈再跟另外一个谈嘛，对不对？也欢迎他来了不过呢，这样的话呢，也许效果会打折了。CNN 警告说，如果这个乌克兰把这个领土让给俄罗斯换停火，欧洲会沦落历史注脚，就已经没有历史变成一个不重要的这个角色了。普丁松口川普拍板，所以造成双普会嘛。美国安排泽伦斯基加入双普会，但宣布你要来可以欢迎不再资助乌军了。美国已经受够泽伦斯基，受够还打什么？接着我不会给你钱了啦，要你自己来买，你买我可以给你你要买，所以呢我不会再出钱，但是我不反对你向我美国买。那至于欧洲要买随便，反正你们出钱，你们要给他钱我也不反对，但是我不会出钱了我已经呢这个受够了那美国的议员呢，这个共和党的 Graham 他说呢 Graham 他说普丁如果太得力了，台湾会遭殃老共会有样学样那另外呢，学者也担心台湾会不会被交易这看起来川普就喜欢交易条件谈好就可以交易看一下。I've always had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Putin. 美国总统川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两人爱恨情仇总是说变就变。People and I don't know what the hell happened to Putin. 一下关系好，一下又翻脸。川普再给普京一次机会，约他15号在美国阿拉斯加会谈，但白宫幕僚担心川普被普京玩弄于股掌间。Because of the fact you have him surrounded by people like Marco Rubio, like J.D. Vance, who do believe that Putin is a master manipulator and that he is trying to manipulate this situation. 川普怪普京一直打太极搞拖延战术，但美方不会放弃，积极促成乌俄和平。Both the Russians and the Ukrainians probably at the end of the day are going to be unhappy with it, but I don't think you can actually sit down and have this negotiation. 但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却没收到邀请函，欧盟发表联合声明，不接受被排挤。Wir können jedenfalls nicht akzeptieren, dass über die Köpfe der Europäer, über die Köpfe der Ukrainer hinweg über Territorialfragen泽伦斯基是否出席还是未知数，但白宫官员说希望渺茫。有关乌俄和平，当事人却被排除在外。泽伦斯基就怕普京趁机得逞。Zelensky's fear is that this will once again be another example of two large powers in the globe carving up the territory of a smaller nation. 泽伦斯基强调，他完全支持川普协助停火，但又怕川普被俄罗斯骗，为了达成和平，掉进鸿门宴。凤馨怎么看俄乌？
这一场的会议之所以会突然的出现峰回路转，大家其实要注意到那个背景，那个背景就是呢，川普派了他的特使魏科夫跑了一趟莫斯科，跟普丁见了面。你认为魏科夫手上只有说你们要见面哦 ？No， 绝对是双方彼此之间已经有了一些谈判的基础。魏科夫呢，从川普上任之后跑了莫斯科，大概是6次的时间了，每一次大概都有一些方案，一直在谈。这里面有乌克兰的角色吗？其实是没有的。那么只有就是美国跟俄罗斯，所以突然的见面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它反而像是普丁跟川普他们对于那个和谈的方案已经接近完成了，所以双方才要见面。那这个接近完成呢，其实可以做到其他的佐证。美国呢派了范斯飞了一趟英国，然后呢跟英国、跟欧盟、跟乌克兰的代表已经见了面，私下会谈。那么你说这里面有没有提供方案？没有100%细节的方案，可是已经有了一个轮廓，就是川普自己所说的，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些领土交换。而普丁呢，他也立刻打了电话，那么给中国大陆的这个习近平，然后给了印度的莫迪，给了巴西的鲁拉，同时呢还打电话给中亚的一些盟友，所以这一些举动都说明了，就是他们手上是有方案的。然后因为有了方案，才需要做这些串联的动作，然后希望把自己的盟友呢，这个争取更多，然后呢上谈判桌的时候，两个人才可以彼此之间把整个细节谈得更加的清楚。泽连斯基有被邀请吗？现在白宫是说，我们可能努力邀请他与会，可是这个与会的形态是3个人坐在桌上谈，还是你泽连斯基先在场外？我们在场内谈完了之后，我来告诉你泽连斯基我们的方案究竟是什么。这件事情很多人说它很像是2次世界大战的末期的时候的雅尔达密约，对我来说它比较像是2个会议，一个就是呢越战的时候的巴黎和会。大家还记得吗？就可能他对很多人对历史上面可能已经不了解，但我像赵先生一定印象非常的深刻。因为呢，越战打到最后的时候，其实就是美国跟北越在巴黎谈完了之后，南越的命运就已经确定了。另外呢，就像是阿富汗，美国拼命的扶植了一个阿富汗政府，但是呢，跳过了阿富汗政府，然后直接就跟塔利班谈完了之后，塔利班就进入了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时代。那整个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当我美国跳过我扶植的这个傀儡政权，然后直接跟对手谈，就是这个傀儡政权要跟大家说，我必须要去认输的时刻。泽连斯基也许不会立刻下台，虽然说现在有传言说可能要将这个前总司令，然后现在驻英大使扎卢日内来取代泽连斯基，现在已经开始传言说美欧正在安排这件事情。但乌克兰换得了什么？人口流失至少3千万人，2代的精英完全的被折损殆尽，死的死，伤的伤。那么整个国库全空，现在必须要仰赖西方愿不愿意提供资源。那他现在的稀土资源已经拱手都已经奉上给了那美国了，然后他没有加入北约。至于欧盟，就是空话一句，因为以他的财政状况，绝对不符合进入欧盟的标准。那么土地损失至少20%，他的20%的损失都是他的工业精华区，留下来的全部都是农业区。所以乌克兰到底换得了什么？换得的就是一生的残破。这件事情是一个标准的美国代理人战争所产生的一个结果。刚凤君提到巴黎和谈了，我后来当时当然不清楚了，只是他们谈。后来我看了一本书，在讲这个谈判。没错，美国很急要解决这个问题，因为美国每天在国内示威啊，什么每天所有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头版头下面都有一个：昨天我们在越南这样死了多少美国人？每天这样搞啊，所以开始很热心支持，到后来他们都反战了。美国就是这样子啊。美国在巴黎租了一个5星级的饭店，代表团去，按月付租金，知道吗？我按月，我下个月，北越的代表团在巴黎近郊租了一个别墅，租期是5年，你就知道谈判谁会赢了。美国想赶快结束，北约说我跟你打长期战争啊，5年的租约啊，到期还可以继续援租，所以2个代表团的心境就完全不同。我们来去看，
哎，现在这个乌克兰真的很可怜了，这个就是所谓的生灵涂炭了。而且现在看起来最新的进展就是割地赔款，他之前已经跟美国签了哦，川普已经叫他签了他的这个矿土跟这个稀土矿产，他拿走一半，对不对？钱已经拿走了，那最近要谈的是什么？看起来是要割地嘛，东部被占领那些地方看起来可能是要不回来了。刚有最新进度哎，本来泽文斯基说什么，绝对不会拿这个。让领土去换这个停火，就最近刚刚好像最新的进度是吧？他已经讲这个川普非常英明了，嘿，对，好，看起来已经跪下来了，所以川普只要一开口，看起来领土就是割地之前已经割了，那之前已经赔款了，现在看起来又是割地了，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现在连欧盟现在出手，现在问题是欧盟现在能够做什么事情？欧盟也没有足够的钱，也没有合适的这个武器，你也没有足够的人去帮他打仗。那美国只要川普一松手，看起来这个悲剧已经是会发生了。那对比之下，现在很多人在讲，渣哥现在讲，台湾会不会步上乌克兰这个悲剧？乌克兰现在已经惨到什么程度？刚刚凤姐讲的那些，他现在从16岁年轻的16岁到60岁都上战场去了。整个那种家庭破碎，几乎一些能够打仗的人全部都已经上去了。那台湾会不会这样子？战场在哪里，他就是输的一方。如果两岸发生这个战火的话，问题就在，就是说台湾也是会生灵涂炭。那现在严重在什么地方？现在川普的态度对台湾很清楚。第一个，他这段时间一直不是只有高关税啊，他叫我们要去经过。我们前几天在讨论是6000亿，今天最近已经飙到9000亿了。我们的国防预算，包括经过跟国防预算，一年已经占我们 GDP 将近2.5%了。现在这个9000亿一叠上去，就超过3%了哦，会影响多大的交通我们基层的这个建设跟整个社会福利这个预算。更重要的，我们拿了那么多钱下去，现在民进党出来讲说，我们从第一岛链啊，我们要善用这个资源。第一岛链应该是美国来保护我们啊，东西至少卖便宜一点，卖我们合适。现在不是，叫我们钱一直堆上去。民进党清醒一点点，第一个不要把我们推上这个最前线去，第二个要用我们的优势。如果我们真的是在第一岛链可以帮美国的话，去把这个价格谈低一点，不要一下子又掏9000亿出去。我觉得哈，人家说台湾比乌克兰是不通的啦，完全不一样哈。乌克兰的国土面积是我们将近20倍大，16倍，是将近20倍哈。它60万多，我们是3万6嘛哈平方公里了，所以它有领土可以用。像当时蒋介石打抗日战争，用空间换取时间。我领土够大嘛？我因为俄罗斯人也不多啊，所以呢，反正就是我拖嘛。那台湾哪有那么大呢？我觉得台湾还比较像加萨高地以哈的战争啊，1年多整个加萨就全部垮了啊，然后人都要去要求那个救济物资都要求不到嘛。你自己想，到底台湾比较像俄乌还是像以哈？你自己想想看，到底比得上谁？像谁都不好，就一个最简单道理：战场在哪里，哪里就倒霉，就这么简单嘛。现在再回来。好，郑丽君哈，他今天下午3点预告行政院开记者会，那大家都寄予厚望。哇，觉得这一定是有什么好消息告诉我们哈。那所以呢，这个原来早上股市黑，然后后来就翻红哦，那就认为说下午一定行政有好消息啊，我们的关税一定降低啦等等啊。结果呢，他开了半天记者会，我听了半天好像也没什么内容哈。他就说呢，强调第一个没有所谓黑箱谈判，我们哪有黑箱谈判？我们只是签保密协定而已啊，我们没有黑箱谈判啊，不告诉立委而已啊，不告诉全民，不告诉业者而已啊。好。那台北关税谈判，我们会争取再降税率，而且希望不要跌价。你已经谈到现在，我记得当时我们是第3个开始谈判的。当时说有4个国家跟美国先谈判，我们还得意在先面，在先弄了个半天，人家都一个个的公布了，那我们到现在还要再继续谈，那谈什么呢？那如果能谈，早一点不能谈吗？那他是说10月以前大概不会动了，10月以后还可以谈。本来美国就是这样，川普一直这样讲啊，他跟欧盟、跟美国、韩国、加拿大、墨西哥都这样讲。他说这个税率就是这样子了，要谈随时欢迎谈，你随时提出更好的条件都可以谈。他从来也没关那个门啊，本来就是他只要能争取对美国更好的，但放心好了，争取绝对不是对你的国家好的，一定对他的国家好的，道理就这么简单嘛。好，那另外呢，这个川普谈判的时候从来没有见了扩及国安。而且呢，说要叫台湾增加军购，叫韩国配合要军事部署。就台湾有事，韩国我们在韩国的5万美军、4-5万美金也要出动啊。韩国本来说这个跟台湾什么关系呢？韩国说我愿意出钱，
他们的军费我愿意负担，或者负担一部分。但是呢，台湾有事，韩国本身干嘛去？哦，那美国就是施压哦，然后呢，这个美国不但施压韩国的，日本啊，什么澳洲都施压了哈。美国想跑嘛，但他想跑就把你责任推给别人哈。那另外呢，就是以前哈，美国甚至认为你采购军备哈、武器都不算是贸易的，美国认为不算贸易的。哦，那川普现在逼你去买。我们看一下郑丽君下午的记者会重点。所谓这个黑箱谈判的问题啊，那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在国际经贸的谈判里面，依惯例会就在这个谈判的细节在未拟定之前啊，那不会完整的对外说明。双方也希望说在谈判完成之前啊，双方不公布细节。那至于近来大家看到说有许多国家已经有对外揭露了一些谈判的条件跟相关谈判的细节。我想这是因为这些国家跟美方基本上都是有达成协议的国家，但是台美还在持续的磋商当中。来，赖委员。那么郑丽君副院长今天讲话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他的结论就是继续谈，但是呢，现在就是这样子的，就28加 N 了哈，像工具机就4.75，那就加20。就是24.75。我们的竞争者是日本、韩国都有工具机啊。日本的话是15%，那你说我们这样子，我们是24.75减15%，我们就马上输了是9.75，就快10%了啊！这个竞争力就很清楚看得到啊。第一个这样，第二个他说绝对没有黑箱的问题。我在立法院这么久的时间，过去看机密预算是这样看的，去每一个委员是完全每一个人就1份你的 copy。签字来申报签字，我看了这一份，看完以后还给你，我不能够照相，不能够抄，也不能够讲，否则泄密。以前是这样子这次不是前几天的话他是这样子，一进去他就一张纸，然后呢是委员排队就是说这个张委员原来徐小新看完了，王定宇看完了，其他委员看，我去我排第7个，我一看我看前面的委员我看了很久嘞。轮到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了，我也想说那一张要看多久了？对，一张看多久呢？对不对？你想，这个故意拖时间吗？前面都是民进党立委他在看，就慢慢看。那一看我们的这个蓝白委员，基本上就没理看了，就没兴趣了。以前是1本，现在1张，就1张了。所以这里面来讲，我说奇怪，以前不是这样子的，以前就是每一个委员就1份，他有编号的，你签字的。现在是变成1张，大家轮流看。有需要做这样子吗？第3个他讲的重点很重要他说什么？他说我跟美国谈的时候，每一次都有新的议题跑出来。什么事？他特别提到咯，美国提到什么？车子的问题，没车，农产品的问题。好了，农产品我们的农民相关的有30万人，有人讲说甚至于更多。汽车的话，它的产业，汽车产业跟它的 supply chain 这里加一加，有人说大概上百万的人口。它这里面就是他说我们的市场要更开放，这一部分那能够开放到多少？汽车现在17.5%，是不是通通降为0？农产品，比如说要鸡腿棒是20%，现在是20%，是不是降为0？还降为多少？有人说汽车关税降为5%，我们都不知道。现在来讲，郑丽君都说这些都不能讲，因为这些是保密的，还没有最后的这个来确定，所以我不能讲。所以他今天记者会为什么其他国家就没保密呢？对日本跟美国怎么谈？韩国跟美国怎么谈？越南怎么谈？泰国怎么谈？印尼怎么谈？印度怎么谈？大家都知道，欧盟怎么都知道，加拿大、墨西哥都知道，怎么就我们要保密呢？是啊，你就觉得说很奇怪而且你会发现到说，这些日本原来也是要叠加关税也是15% plus 它原来的关税，是不是？结果呢，日本的国会一吵一闹，这个马上日本有代表飞到美国去，一谈完以后就没有了。我们在党一讲，马上点出这个问题、那个问题、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不是我们的执政党是怎么样？炮口对内你这个以美论，你这个要不得这个要不安好心。我觉得就是我们政府的心态是什么？就完全一切要美国说了算，美国说什么，这个说一不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军购，他说现在来讲的话，说要增加到9000亿了我们的国防预算要增到9000亿，不要忘了，我们还有200亿美金
还没付，还没有付，还没交了，有付钱没交，钱付了，那东西还没有交，而且我们很想买。老实讲，你既然要卖武器给台湾嘛，你就看台湾什么需要嘛。我们需要 F-35啊，我们需要 F-22啊，都能不给你买，不可能。给一个 F-16V， 就这样啊 ，F-16V 现在也都大部分是给乌克兰去了，我们也没有拿到啊，所以你就发现到说绑了，我们就是大家很关心的是台湾的这个商品输到美国去的关税，可是我们应该更关心的是，那我们跟他谈要开放哪一些汽车的关税。以及农产品的关税，这项来讲是2大块非常重要的。我比较好奇的是，我们曾丽君副院长对不对？带着经济部的那些谈判人嘛，就他那个有一个关税有一个经贸办哈，他跟美国到底哪些人谈的？我这是很重要。你跟谁谈？美国大概谈就几个人嘛，川普是一个人，对不对？然后那个财政部长、商务部长鲁特尼克，你听我慢慢讲，贸易谈判代表。那个代表财政部长、经济这个商务部长，大概我看就这几个是主要的，对不对？那你到底跟谁谈呢？日本的代表说他跟川普当面谈了好几次，他说川普很厉害，一直咄咄不休，这个咄咄逼人。然后呢，他偶尔可以插一个话出来，但人家至少争取到一个不是很好了，但是至少没叠加嘛。那我们到底跟谁谈呢？你通通不讲，这是什么秘密呢？你跟谁谈这是秘密啊？你到底有没有跟那个 key person 那个主要能做决定的人谈？那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谈不到主要的人，你下面扯了半天，那你到底跟谁在谈呢？最后还是要送给川普决定嘛。川普没有点头以前，其他也不能做决定。那你谈了半天，你跟谁谈？韩国代表去跟谁谈？也知道，你说你视讯跟谁视讯的？这个是什么秘密呢？我完全不懂啊，来建豪。我想先从这个军购部分来讲，我们大概4月多5月的时候有去美国一趟嘛，那时候其实大家也看到说，第一个从数字上来讲，他们现在美国在计算这个所谓贸易逆差，它根本没有把本来的所谓军购把它放进去。所以如果军购放进去的话，当然台湾就好谈嘛。可是一开始就没有谈，那现在如果临时放了这个条件进来，是真的假的？这部分我想政府也要说明清楚。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断强调说，你应该要应该让国会知道，我们帮你背书也好，帮你做支撑也好，或者帮你说当黑脸也好。因为今天如果背后又绑了一个军售的目标在里面的话，那前面谈的等于又白谈。而且像我很担心曾丽君现在讲说这个还要继续谈，那你照你这说法，每一次谈都会抛下新议题。那也就是说，现在所谓的暂时的对等关税是20%加 N 的时候，是已经把我们所有能够出完的是谈了20加 N 哦。那如果你要继续谈的时候，是不是要把刚刚提到包括军售也放进去，农产品也放进去，美国税也放进去？那如果都放进去之后，我们的汇率，我们的这个税率会比较好吗？或者说会是牺牲掉更多台湾的更多的权益吗？这部分的话，我觉得政府也没有把这个事情讲清楚。那每次都用保密协议来搪塞。那是讲保密协议的话，你看。包含说，我们都各界全世界都知道说，日本看到这个叠加关税，马上飞过去跟他谈；各国看到关税不对，马上飞去跟他谈。那就像刚刚我们讲了嘛，那到底我们跟谁谈？以及因为你保密，所以我根本不知道状况，我们没有办法给你施加任何压力，也没有办法去当黑脸。那这个部分其实对整个台湾的这个经贸来讲是非常大的问题。那再来还有一件事情，过去我们在今年4月那时候还讲说，那时候4月多去的时候，还有讲说啊，我们继续努力说什么台美这个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等等的，说可以把这个放进去这个所谓对等关税谈判里面。那结果你看别的国家，包含说像南韩它有 FTA 嘛，所以它的是零关税。那我们讲了，从之前讲 CPTPP， 那到现在讲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到了现在都没有进度的情况之下，又新增说要谈关税的时候，我们等于完全没有筹码跟对方谈。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谈判让大家觉得说，我们虽然说大家是同岛一命，希望说能够继续支撑政府谈判，但是你完全不让我知道实情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我觉得这点民进党政府真的可恶了。其实台湾不论党派都希望你谈得好嘛，没有人希望你谈不好啦。你关税越低，对不对？对我们的业者越好，对台湾也越好嘛。那你现在自己去谈，当个秘密哦，然后呢拿一个 A4 纸给立委看，业者是想帮你讲话也讲不了啊。本来业者也可以出声嘛，这个韩国就因为农民一直抗议，所以农业没让嘛。你台湾也可以啊，你通通不讲，然后你就靠那几个人，郑丽君也没什么谈判经验，也没有经贸经验，带着几个谈判人去谈，在那边谈了半天，大家都不知道你们谈什么。那业者或是台湾的这个国会想要发声，想要做政府的后盾，他也没有办法做啊。他做什么？他根本不知道你谈些什么，都是秘密，这个也秘密，那个也秘密，这很奇怪吗？现在再回来。